要不是亲眼所见，真的很难让人相信，在河北的大山深处，一处几乎垂直的绝壁之上，竟然隐藏着一座神秘建筑。建筑嵌于绝壁间，四周是壁立坚韧的大山，门前是深不见底的峡谷，四周荒无人烟。更不要说道路，仅有一架早已腐朽的木梯，孤零零地通向山崖深处。远远望去，这座建筑仿佛被大山吞进了石壁之中，像一处与世隔绝的隐秘洞天。而更让人震撼的是，在这座悬崖洞窟之中，竟然供奉着一位道长的羽化真身。据当地人说，能够找到这里的人都是有缘人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河北深山里的这处神秘之地，看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河北玉县的深山里面。在我身后这座幽深峡谷的悬崖中呢，竟然建有一座小庙宇。据说啊，里面还供奉着一尊道长的羽化真身。这里的地势非常险要，而想要上去呢，只能攀爬几十米高的悬崖绝壁，几乎是无路可走。那么，这位道长究竟是谁呢？为何会被当地村民供奉于这座悬崖之中呢？带着这些疑问，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去一探究竟。可以看到呢，我们是走在于一条干涸的河床上，这里呢是完全没有路的。给大家环视一下四周，四周群山环绕，全是这种壁立坚韧的绝壁。走到这里呢，我们就要进行爬山了。这旁边呢，应该是一条支流，很明显可以看出被洪水冲刷过，留下了这些细沙。路上好多这种羊的粪便，应该有人从这里放羊上去。我看一下大概方向，从这里上去。走到这上面呢，这段路是格外难行，周围呢是荆棘丛生，我只能找到合适的落脚点，然后继续前行。这条路已经把我难住了，我不知道是往左边还是右边，只能随便找一个吧。哇，我的天哪！这底下呢是一个深坑，你们看它这个天梯呢，就是一直延伸到底下。看来以前呢就是靠着这个天梯，然后爬上去的。现在这个天梯呢，看样子是没有办法走了，全部都腐朽了，我们只能依靠着那边的崖壁，然后爬上去。哇，完全是走在这个绝壁边边上的。还要从这个桥上跨过去。
它这个坡度呢，完全是垂直的，将近70-80度吧，感觉有，太陡了。走在这上面，其实我内心还是挺悬的。现在上不了这个天梯，我们只能攀爬这个悬崖绝壁了。还好我从小就生活在山区，像攀爬这样的绝壁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没那么困难。你们还别说，这地方挺隐蔽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两侧呢都是这种大山，然后对面也是，这座殿宇呢就刚好出现在这个缝隙里面。爬这个崖壁还真挺费劲的，怪不得以前的人们要修建这个梯子，爬这个梯子要比爬这个崖壁轻松好多。不过你们看，我们终于到了。这外面还砌了一堵墙，然后修了这个木质的门。其实，在这个门的后面呢，是一个巨型的天然山洞。还有屋檐，玉年师傅。进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处天然的溶洞，它顶上呢它是没有砖瓦遮盖的，全是由这个山体岩石遮蔽。在这旁边立着一块碑，上面写着“万古流芳玉年师傅”。正中间这位呢就是玉年师傅了。中间这尊造像呢就是玉年师傅的造像。而他的真身呢，就是在后面的棺材里面。这位呢是他的道童。可能有的人看了之后呢会引起不适，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，我就给大家去看一下，就不展示了。打扰了，师傅。师傅的面容呢是非常的慈祥。看到这里呢，大家是不是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有没有味道啊？其实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大家，并没有，反而呢还带有一种香味。这就是咱们中国修行之人不腐真身的神奇之处了。根据民间传闻呢，这位玉年道长他是在明代的时候羽化成仙，他的肉身呢在这个洞中保存了几百年都不腐，这真的是非常的神奇了。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，其实这个跟修行人他生前的一个习惯以及环境有关系。相传呢，这些得道高人啊，他有一个预判能力，就是能够预判什么时候自己大限将至。在羽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，他会停止进食，然后服用一些草药，使自己身体里面的一些杂质和水分排出体内。到最后呢，更是滴水不进。你们看，他这个洞中呢，它是处在一个常年透风的一个状态。这些因素，然后层层叠加，才得以让这个肉身不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讲讲这位玉年道长的故事。之所以他会受到百姓世代爱戴，
并非他是传说中拥有神通法术之人，而是一位实实在在心怀大善的普通人。当年他云游至此，看到这里山清水秀，环境静谧，然后远离城市喧嚣，他就决定在这个洞中定居修行。但他并未就此与世隔绝，还定下规矩：每月农历15必定下山为当地百姓免费医诊。他医术精湛，尤其擅长医治各种疑难杂症，救下了无数身处病痛之中的乡亲。行医未诊，他分文不取，唯一的期许呢，便是众人常存善心。信众若心怀感激，送上一束鲜花、2枚鲜果，他也会欣然收下，从不强求。曾有一回呢，道长正要出门，一个孩童手里捧着受伤的小鸟前来求助。玉莲道长当即蹲下身，小心翼翼接过小鸟，细心为它敷上草药，日夜照料。几日过后呢，小鸟痊愈，重归天际。孩子呢，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旁人见状十分不解，问道：“道长，您医术高明，修行高深，何必为一只小鸟这般费心，未免大材小用？”道长望着空中飞翔的小鸟，缓缓说道：“守护一份纯粹的笑容，抚慰一颗难过的心，这难道不是最珍贵的修行之道吗？”原来真正大道与善良，从不是拥有通天本领，而是愿意俯身善待世间每一个微小的生命。众人听闻过后，对道长愈发敬佩。在道长羽化之后呢，当地百姓便将他的真身安放于此，供后人瞻仰祭拜。相传前来祈福也十分灵验。玉莲道长他的一生呢，都是悬壶济世，心怀苍生，真的是太令人敬佩了。岁月流转数百年，肉身藏横于山间。这位玉莲道长的故事呢，也成了当地一段耐人寻味的传奇。道长这种大爱无私的精神，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去学习。好了，今天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